他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智能对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秘密，机器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助手。张博，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我劝各位从今天起，对你们家的计算机客气一点。我们对人工智能呢是先结婚后恋爱。对于人工智能，我们真的了解吗？未来人工智能又将如何发展？人工智能就是想利用机器去模仿人的智能行为。阿尔法把这个围棋战胜之后，它的下一个魔爪会伸向哪个领域呢？麻将。对，他说的很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人工智能的创新与突破正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颠覆性的变革。我们又该怎样抓住机遇，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人类？智能机器人是否有一天，它真的会具备人类的情感？它会不会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它本来的一个精髓呢？人工智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您觉得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人工智能魅力就在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永远在路上，都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这就是我们人工智能追求的终极目标。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本期演讲者张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说到智慧，过去我们讲的都是我们头脑里修炼到最高境界人所能获得的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自由。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智慧，越来越多的除了人之外，还有机器。今天来的都是真人吧？可以告诉各位，2017年网络10大流行词之一就有人工智能，因为大家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了解到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很多信息。但是，你们真正知道人工智能今天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究竟发展到什么水平吗？如果抛开你们的手机，有多少人真实地感受过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今天我们要请来一位开讲嘉宾，他可是这方面的真正的专家，而且可以说他几十年的研究始终是伴随着中国的计算机的发展，并且他本人也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之一。60年的学术和从教生涯，让我们今天在台上看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博教授。有请张教授。张院士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您慢点。其实我认识你，在电视里头我经常看见你。谢谢，但是你不认识我。谢谢张院士。谢谢各位，请坐。张院士刚一上来就跟我说，我认识你，因为我在节目里见过你，但是你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您，那是因为我实在考不上清华计算机学院。那你考得上北大还挨得很近呢。北大也不是考上的。你们就看院士的精神状态，说从教60年，很少有人一下子反应过来，哦，您应该是80以上的高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我们节目组都说张院士整个演讲可能时间有点长，包括回答问题，要不给您个椅子坐着。院士说，我们一般上课站个3、4个小时没有问题。现在有的时候走路学生还赶不过。走路学生还得在后面追您。对。什么学生这是？我培养博士生的时候，最早跟我年龄一样，差不多。到现在为止，我培养博士生，他的爷爷奶奶比我年龄还小。从教60年嘛，您想想，对呀。据说之前跟您联系的时候，
您提出了几点要求，我们都没有做到。院士问我能用 PPT 吗？那我万一要忘词儿呢？你们有提词器吗？没有。那底下的观众是哪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听得懂吗？我说可能都听不太明白。但是您最终还是来给我们开讲。因为我们做了40年的人工智能啊，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大家普及这方面知识。所以实际上我昨天晚上做了功课，而且我这几天还没睡好觉。哎呦，不知道我这个讲的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治学严谨的长者，给我们年轻人最好的榜样。再次掌声，谢谢您。好，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院士，好的，请您为我们的年轻人开讲。好的，好的。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题是关于人工智能，所以首先我必须回答什么叫做人工智能。其实简单讲起来啊，人工智能就是想利用机器去模仿人的智能行为。那现在问题又来了，什么叫做人的智能行为呢？我们大体上把它分成3类，头一类叫理性行为，推理、决策、规划、诊断等等。第二个就是感知，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通过感官去感知周围的世界。最后一个就动作，也就是说手的操作、脚的行走。最后这个我们用机器来实现它，又叫它机器人。那么人工智能现在做成什么程度？它的智能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IBM 做的这个人机对话系统，大家都知道，这个系统在2011年美国电视知识竞赛里头打败了前2个冠军。这主要就是他们把大量的知识存储在这个系统里头，这些知识用纸表示的话，相当于2亿页。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很强的推理能力。但是哪些问题计算机做不到呢？就是不限定领域的，你随便提问。常识问题对计算机来讲很困难。比如说，你问一个问题：你昨天觉睡得怎么样呢？小孩都能答上来，但是计算机绝对答不上来，因为计算机没睡过觉。我们在计算机里告诉他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那么我们如果给计算机提问题说，谁是美国的总统呢？那计算机马上回答特朗普。我们如果再追问另外的问题，美国有没有总统呢？他不知道，因为你没告诉他。特朗普是一个美国人吗？他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常识来源于生活，有了常识，你才有可能其他的智能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那大家会问了，你干嘛不把常识交给计算机呢？非常不幸，常识很难用语言去交给计算机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理性思考尽管进展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限定的领域里头，计算机的问答系统可以做到达到人的水平，甚至超过人的水平。这一点就有很多用处了。我们电话咨询现在基本上是用人来回答问题的，但是这个计算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医疗诊断，虽然它诊断中间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是足以做我们的助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感性行为，我们也希望计算机能够像人那样，可以看到东西，可以听到声音。比如说，我们怎么告诉计算机什么叫做马？你说马有4条腿，什么叫做腿？你说细长的叫做腿，什么叫做细？什么叫做长？你没法说清楚的。那么我们看看人是怎么认识马的。大家都有这个经历，你们认识马是怎么认识的？是不是从书本上描述的马是怎么样怎么样，有4条腿，有一个尾巴以后你认识的？不是的，你是从观察中间不断学习。
所以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让计算机来做这事。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呢？2011年，微软在一个很大的图像库里头有各种各样物体，它的识别率计算机能做到比人还高。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在这样条件的限制下面，通过计算机能够做到超过人的水平。我们可以同样用这个办法来做语音识别，这当然对我们就有很大的用处。拿语音来讲，我们能够用语音来控制空调，用语音来控制电视，我们通过语音可以跟网络进行交谈，通过手机可以进行机器翻译，就是有大量的应用。但是这个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全面超过人类了？不是的，原来这个是一张阿尔卑斯山图，人看起来是阿尔卑斯山，机器看起来当然也是阿尔卑斯山。好了，我们只要在它的上头加了一点点噪声，就是很乱的一个图。这个图人看起来还是阿尔卑斯山，但是机器可以识别成狗，或者我们可以让它识别成任何一个东西。这种系统非常容易受到欺骗，也就是说，我们用数据驱动的方法去让机器学习，尽管它能够把动物分开，学了半天，其实它不认识这个动物。所以我常常说，人类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小错不断，大错不犯。我们可能把骡看成驴，但是绝对不会把石头看成驴。所以机器是什么？小错不犯，一犯就是大错。但是大家也不要害怕，这正是互补，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双方的特点。也就是说，机器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助手。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往往对人工智能会产生一种神秘感。那么西方人有一个说法，智能存在于不知情的旁观者眼中，也就是说，你对智能不了解，所以你觉得它很神秘。一旦你变成知情人了，它就变得很简单了。大家都知道下围棋嘛，下围棋过去大家觉得很神秘，只有那些聪明透顶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围棋大师，始终认为机器不可能打败它。可是到了2016年，AlphaGo一下子把世界冠军李世石打败了，大家就觉得很震撼，很不可理解。大家知道，围棋的下棋的所有可能性，比所有的全宇宙的原子加起来比它还多。你想想，有可能分析吗？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分析。其实现在看起来太简单了，这个棋盘不是19×19的黑白图吗？它只有多少个像素啊？361个。现在计算机能处理的图像是多少了？一般情况是1000×1000，就100万个像素的彩色图。所以这样一个棋盘，如果作为图像识别，对计算机来讲，那根本是小事一桩。做法非常简单，自己跟自己下好了。那么最后为什么战胜棋手呢？就是 AlphaGo 一共下了几千万到1亿级的棋局，围棋大师一生最多只能下100万级的棋局，谁赢谁输，那肯定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哦，原来下棋不神秘，它只是经过多次的经验，把这个东西记住就是了。当我们理解的这个智能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我们有信心往这个方向往前进。最后，我想用一个《列子汤问》里周穆王西巡狩猎的故事给大家做一个结束。这个演师啊，带了一个假人来拜见这个大王。这个假人呢，做得很像真人，而且能够唱歌跳舞。那么周穆王以为他是真人，结果呢，这个假人很不安分，瞟了周武王呢妻妾一眼。周武王大为生气，就把那个假人拆了，一看一个木头啊、矿石啊，哎，这个时候周穆王就放心了，
这是3000年以前的古人想象的机器人，还是很超前的。人分不清它是真是假，但是跟我们现在的理想相比，我觉得差距还非常大。为什么？他当时追求的是形式，尽管他能唱歌跳舞，很像人。那么我们现在的目标绝不是这个，我们是要神似。我们做出来的机器人，将来要通过图灵测试，希望在常识对话里头分不清它是机器人还是人。其实任何技术，它的初衷都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这就是我们人工智能追求的终极目标。古人对智能的理解没有我们现在深刻。我们现在做人工智能，它的魅力就在于智能对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秘密。我们在追寻的道路上，不断地去破解这个秘密。人工智能魅力就在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永远在路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张院士，谢谢您。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感谢各位，请坐。在我们印象中，好像家里的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玩什么手机啊，玩智能啊，那都是落在我们后面。但是今天，83岁的张院士仍然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在带领着年轻人走向未来。但是刚才您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未来到底会怎么发展？我劝各位从今天起，对你们家的计算机客气一点。真的，阿尔法狗打败围棋冠军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当天晚上他得知这个新闻以后，把他家的电脑干干净净擦了一遍灰，然后鞠了个躬，晚上说主人没什么安排，我就睡觉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不过现在很多人还是担心，人类和人工智能终将有一战，谁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我每次报告的时候，总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一种现在大家常谈的就是说，一旦人工智能全面超过人类，那会不会对人类很大的威胁？特别是人工智能自己有了意识以后，我们无法控制它，这个可能性存在不存在？我认为存在。但是对我们搞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我认为从现在的人工智能现有技术，这个目标还是非常长远的。不用害怕它只是一个远虑。对。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人工智能造成的近忧。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造成了安全非常大的危险。你设计一个智能化的恶意软件，把对方的网络搞瘫痪了，所以就有人提出来，未来的战争叫算法战。也许未来战争我们不要动真枪真炮，只要搞一个智能的算法，把你对方的系统搞瘫痪了，这比派飞机、大炮去侵略人家更有效。所以我们的思想是，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来解决这个危害人类的安全问题，而不是采取对抗的态度。张院士也说了，目前还不用担心，这一点我也同意。因为前不久我做了一个节目叫《机智过人》，展示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一看放心了。后来录完节目以后，现场有很多人工智能专家说，幸亏人类有小撒这样的人，人工智能目前还占不了什么便宜。比如说有一个项目，他们做了一个接羽毛球的机器人，很厉害，最后把鲍春来请过来，大力扣杀。羽毛球的速度在球类运动中是最快的，极快的速度打，但是它永远都能在最短时间内算好你的轨迹，然后移到这个地方，啪接起来。我喜欢折磨人工智能，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让人工智能立刻崩溃。我上台之后，我一个拍子打2个球。
我当时就一个拍子，嘣打2个球过去，那个机器人，5秒钟以后开始冒烟儿。其实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面。哦，您看了那个节目？我看过这个。其实他们的演示都经过一番准备的。哦，就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你。在现场，他们说我是在捣乱，但我说不是。我说，如果你这个技术，比如说是为自动驾驶在积累经验，我现在就告诉你，2个球，如果这2个球一个是车，一个是人，同时出现在你无人驾驶的车前面，你怎么判断？你不能说来个车我能躲，来个人我也能躲。我现在车和人同时出现，你怎么判断？其实自动驾驶到现在为止，它不能处理触发事件，这种行为计算机没法通过学习得到，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我认为，自动驾驶者只能用到一些特殊场合，无人码头少量的应用还可以。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做研究跟做应用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做研究，希望大家可以想象，展开想象，考虑各种各样应用。当我们走向实际的时候，对，那么必须得考虑实际的应用场景。在您演讲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了您的演讲，有一些网友给您提了问题，我们来看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先看看网友的一个问题。张院士您好，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大概什么阶段？我有生之年要不要顾虑被人工智能取代？那得看你活多长。不是，那要看他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对，人工智能现在应该说是处在初级阶段，因为它只有60年的历史。前面阶段还折腾了好长时间，初级阶段。那么，究竟你的工作能不能被代替，要看你做什么工作。什么工作有可能最先被代替？对，那就是等于那些照章办事的工作，比如说像出纳员、收银员、文书等等，你的主持人他是代替不了。我只是说暂时的不能被完全代替，但是你这中间的部分工作会被代替。随着张院士刚才一席话，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出纳员、收银员，目前可能比较焦虑，怎么办？没办法，赶紧学怎么当程序员。来看一下现场的观众给您提的问题。一个观众是比较专业的，他问：目前人工智能的爆发点是在深度学习这个领域，下一个人工智能的爆发点会在哪里？应该说，这个10多年以来，人工智能所以重新繁荣，就是因为深度学习这个带来的。有了深度学习的处理的手段以后，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下一步，我们要想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跟脑科学结合，找出新的模型、新的方法。总体来讲，我们必须理性的看待人工智能取得的成果，不能过高的估计。这样的过高估计，将来就会出现冬天。如果我们理性的对待它，就不会有这现象。6位青年代表，来，第一位，张院士您好，我就是从小学围棋的，然后现在也在从事围棋教育的工作。你现在在教小孩下围棋？哎，对，然后呢，阿尔法这件事儿对于整个我们围棋界是具有非常巨大的震撼的。我们对他的这个表现最开始是不可能。那当时李世石刚开始下的时候，所有围棋界的人都认为是李世石轻松5比0，然后第一盘赢完之后现在又变成确实是下不过了啊。说实话，这个过程也是把围棋从这个信仰的神坛给就拽下来了。最近学生少了很多吧？都找机器人去学棋去了。这件事其实对整个围棋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就特别想问张院士，阿尔法把围棋战胜之后，它的下一个魔爪会伸向哪个智能领域呢？麻将。对，他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这个围棋也好，象棋也好，它叫做完全信息博弈，就等于说双方有多少棋，怎么布阵都是知道的。1对1的。完全信息，就是说你都知道。对计算机来讲非常容易。那么牌类就完全不一样，牌类叫做不完全信息博弈，就是对方拿了什么牌，对方怎么出牌你不知道，这就需要你去猜测、去估计。目前在猜测和估计这一步上呢，
机器不如人。打麻将，它这个计算量太大，现在看起来要超过人，还为时过早。谢谢张院士。刚才那个小萨老师说人工智能的出现影响了追围棋的氛围，其实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阿尔法的出现，现在来了解围棋、学习围棋的人反而更多了。现在围棋在发展的同时呢，编程也是随着阿尔法狗就一下火起来了。这个围棋是有童子功的，那这个编程是不是小孩也是从小要学，也要修炼这种童子功呢？我的观点是，专业的教育不宜太早的介入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最重要的要打好基础。实际上，我现在很不赞成把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放到中小学的正式教材里头去，因为将来选择什么职业，他现在并不知道。所以我不赞成早期的进入专业教育，早期应该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就可以了。好的，非常感谢张院士。其实到了一定年龄层以后，他可以慢慢开始接触这些知识，但是过早的去，我觉得对于业余的可以，不要进入正式的课程，让人人都学。对，就不要以这个升学为导向，对，让这个成为一个必修项目。对。下一位。我叫齐妙，是清华大学核科学技术专业的博士生。您研究人工智能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但是在40年前的中国，计算机都是很罕见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您又是如何来研究人工智能的呢？其实我们开始做人工智能呢，我们清华有个团队，人数不多，应该是全国最早之一吧。应该来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呢是先结婚后恋爱。我原来是学自动控制的，我们系原来是自控系，中间一半搞计算机，一半搞自动控制。到了197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要集中发展计算机，就把我们的系改成计算机了。那么我们这些人，你要留在这个系，你必须转到计算机方向，因为我们这些老师啊，相处的时间很长了，大家不愿意分开，就要我去找一个新的方向。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我们根本不知道外头怎么样，我就看到有人工智能这个，外国学校有，我们没有，那就说我们就选它吧，但没得选啊。所以大家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并不了解人工智能，所以我就1980年2月到美国去，主要就去学，所以我们是逐步这个认识它，逐步热爱它，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一直做到现在的，恐怕我不敢说是可能不会是之一，可能是唯一。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想，很奇妙。您实际上刚开始接触人工智能，如果算1980年的话，到现在40年，但是40年之后，这个概念才被今天大部分人所知晓，并且开始重视。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科学家做一件事为什么一再强调理性？它不是变魔术，不是说科学家天天埋头在那干嘛，怎么老出不来成果？也许今天有一部分科学家埋头在做的事情，可能真的要到40年、5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那一辈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技术给他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所以，科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它是真正一个理性的、严谨的事情。没错，所以我特别的崇敬科学家们，他们让传奇变为了现实，确实是这样的。那其实我在学校呢，也是听了很多关于张院士的传奇故事。据我了解，当年张院士高考的时候，就是数理化全都是满分。高考考出3个满分，非常厉害，太吓人了。在您的这个演讲中，您也是引用了一段古文，说明您对文史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研究的。那其实呢，我虽然是一名工科生，但是我也非常的喜欢古诗词。他在去年的《机智过人》节目当中，就中央台这个《机智过人》节目，跟那个作诗的机器人进行过一次较量。就人类写诗，机器人也写诗。今天呢，我也把当时我在现场和这个人工智能9哥一起写的2首诗带来了，也想让张院士来猜一猜哪一首是我写的，哪一首是机器人写的。现场观众也可以猜一下。对，大家也可以猜一猜。这相当于一个图灵测试。我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把机器人找出来。这2首诗当中，哪一首是人写的，哪一首是机器写的？这2首诗的题目都是一样的，叫做《静夜思》，是一个古题新作。
静夜思，孤月映轩窗，独饮愁夜长。思君未成语，帘外露为霜。月明清影里，露冷绿樽前。赖有佳人意，依然似故年。反正里面有一个是机器写的，找出来。这个真的很难判断。对。我们先看看观众的大概的比例，然后您再公布您的答案。认为上面一首就是这个“孤月映轩窗”这个是机器人写的，请举手。不少啊，不少。认为下面那首是机器人写的，请举手。这个更多，这个比例更高。好，您的判断是？我觉得应该下一首是机器写的。所以您跟大部分观众的判断一样。下一步是机器写的，是吧？我认为是上面一首。我认为是上面一首。其实下面那首是机器写的。对。这个，我为什么能这么判断？您怎么判断的呢？其实我知道，现在机器写诗的跟人的差异，就是意境它不对，它很难做到意境的一致性，所以我认为下一首诗的意境是不够的。那这样，张院士，比如说哪一句您觉得最暴露出机器的本性？路人绿樽前，这什么意思？对啊，这什么意思？就是就绿酒杯呗，绿色酒杯，然后凝结成，这是一个物理现象吗？还真是。对啊，所以这个你只要挑出它一句的毛病就够了。前一首诗的意境比较好。谢谢张院士对我诗词的肯定。张院士估计在清华还是文学院的客座教授。对，也许。其实听了张院士的解释，我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刚才通过大家的投票可以看出来，这个机器人作诗还是非常有迷惑性的，因为也是有很多的观众认为机器人写的诗非常像人，也是具有人类的情感的。刚才张院士您提到了说，机器人在写诗方面它是达不到人类的高度的，就是现在机器人可以写诗了，那么未来发展，机器人也可以去解读诗词，那会不会机器人解读诗词也是这样的一个疑似的解释？它会不会就是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它本来的精髓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做九歌是我们团队的，而且我们是鼓励他做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通过这个去研究了人类创作是什么一个智能的形态，我们从这个中间就去摸索。那么所有这些研究对人类都是有好处的，包括刚才讲的围棋，其实 AlphaGo 增加了围棋的魅力。大家看一下 ，AlphaGo 开始下的时候跟人下的是一样，到后来才变成匪夷所思。所以有了这个机器以后，将来可以探索其他的空间，这里头可能有无穷的乐趣在里头。因为当时去年的机智过人。柯洁做现场的观察员，就他告诉我，当时在跟这个阿尔法狗下棋的时候，真的有几招棋，柯洁是吓得他汗毛倒竖，因为他在棋谱里没见过这样的走法。就人类多少年来累积的棋谱，所有我们下过的招式没见过，就它是完全一个创新的一种走法。是这样。对，我觉得张院士让我们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未来可期。谢谢您。谢谢。下一位，张院士您好，我是一位90后的红娘，是专门帮助别人牵线搭桥的，从事婚恋工作已经有6年的时间。哦，你是专门做这个婚恋介绍这块？是的，已经帮助过几百对，成就了他们的姻缘。其实智能的一个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便捷。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智能 APP 的一些出现，让2个完全不能够认识的人成为了朋友。但是呢，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开始变成了低头族，甚至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相信很多的单身经常的话呢，会跟机器人去进行聊天。
你觉得我帅吗？你觉得我好看吗？等等等等。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您觉得智能的发展到底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让人与人之间更加疏远了呢？其实任何技术，从事技术工作或者科学工作的人，他的初衷都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生产经济更加发展，他初衷是如此。但是所有的技术都是双刃剑，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人工智能有这个问题，任何一个科学技术都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最终解决靠谁？还是靠人类。那么我们需要很好的去面对，把它的负面影响尽量压到最低，希望它的正面的作用越来越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做科技工作人也应该考虑的问题。谢谢。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一位女士她来找对象，她可能首先有很多的一些框架性的东西，比如说我需要找这个年龄、这个身高、这个学历，或者是这样子的兴趣爱好等等等等的一些框架性的要求。那么我们现在也会采用一些智能的方式，去帮她精准的去匹配符合她的要求。只要把大概的数据输入进去，对，能够缩小范围。就可以很精准的匹配出来比较符合他要求的人，但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外在的一些条件都符合对方的要求，但就是没有人类的这种心动和这种来电。可能这个女孩子刚跟我们萨老师见完面出门之后遇到了另外一个男生，哎，突然一下很来电可能这个人并没有。跟我是不来电的，我还以为就是跟我刚见完面，两个人很客气，但转身碰到另外一个人，马上感觉就不一样。对，可能这个人并没有萨老师这么优秀，但他具备有人类的心动、缘分。对，所以其实我就想问，智能机器人是否有一天它真的会具备人类的情感，带来人类的这种温度呢？我们现在虽然在搞，但是这个还摸不着边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情感这个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太少了，比起其他的智能认识的更少。但是我更相信机器能做到，因为我做人工智能的，我如果不相信这一条，我就没有去搞人工智能的动力。现在人工智能每一次的发展，其实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些震撼。那我也希望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我们的中国越来越强大。谢谢。谢谢。也希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你的客户越来越多的能够找到自己人生幸福的另一半。对，因为计算机给你做一些这个辅助工作是完全可以，帮他缩小一些范围，对，给你收集材料、分析材料，提供一些建议，这都是非常好的。下一位，张院士好，萨老师好。其实我和人工智能的渊源可能要从我们希望用技术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然后用人脸识别帮助寻人寻迹工作开始的。我们有一个小的测试，可以请看一下屏幕，请您猜一下右边哪个人是左边这个小孩长大了的样子？这应该是5个人呢，我觉得。不，肯定有，肯定有。这小孩一定是这其中的一个。对。张院士，您猜呢？这个男的女的？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应该是女孩。对，是女孩。女孩，因为男孩家长一般不会给他穿这么大领子的花衬衣，所以咱们就在两个女孩。很可能在这的，不是，这应该是在男孩，因为最早女孩像他爸，从外貌来讲，这个不是爸妈，是找他本人。不，他长大以后，那个女孩，那就是在前面了。张院士想的更多一层，以为是寻亲的。没有，他长大以后，我觉得是橘色毛衣。更向左边，对。我跟张院士确定答案，橘色毛衣。对了。张院士。好，咱们比机器强。其实分享小的案例是想跟大家说，在寻亲救助的领域，其实家属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4张照片，而是成千上万，还有在茫茫人海中去找自己走失的亲属，而且还有的年龄跨度可能更大的。对，其实面对着寻人领域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去年开始做 AI 寻人的项目，
再看是不是有机会能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帮助到这些家属们。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刻。在我们到第一个成功救助的案例富贵一家面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其实并不是特别顺利。富贵从6岁被拐走失，到他被找回来已经33岁，27年的分别让他和家人可能并没有特别多的话可以说。然后当手机给到富贵的爸爸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善言辞的父亲，他就只对富贵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你还在，我就很安心。”因为亲人走失的时间比较长，很多时候他们第一眼看到照片的时候，并不能确信，就说这就是我的亲人。但往往技术会辅助人们去确定找到了亲人。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场景里面了。我们国家也已经把它上升为了国家的战略。因为我们国家在这样发展阶段里头，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比外国要多。这个原因很简单，是由于我们有广大的市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包括你刚才提的那个寻亲的工作嘛，你如果拥有大量的数据，那么它来识别呢，可能会比人会好。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个数据。从研究水平来讲，人工智能这60年中间提出了很多的思路，这些初始的思路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差距，这个也是我们要建立研究院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院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基础研究的水平达到世界水平。所以过去有一个误区说我们跟它的技术差距不大，确实我们跟它技术差距不大，因为人工智能本来没走多远，不能用这个来说，而要说你的创新能力是比别人强，因为归根结底是决定你自己发展的速度。发展的速度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创新能力。谢谢张院士。张院士好，小夏哥好。大家都关注的是这个技术进步的水平，但没有关注到自己个人信息的这个泄露。我觉得在这些数据安全上，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注重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将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语音识别也好，人脸识别也好，做的水平为什么比人家高？我们拿到这个数据比外国容易得多。那么将来我们可能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来规定，既可以保护隐私，又可以帮助它科学研究和商业的发展。像刚才有很多青年代表都提到了人工智能在寻亲，然后在围棋、在教育、在诗词、在相亲这上面的应用。其实我很好奇，您以一个专家的角度来看，如果当我们把人工智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您觉得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只要依靠社会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各种各样的职业的差异就越来越少，有很多工作会机器代替，而且呢，特别白领和蓝领，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待遇差异会越来越少，应该说世界会变得更美好。谢谢。其实科学家有的时候往往承担的除了科研之外，还有太多人们对他们的疑问。其实这往往不是科学家能够解决的，但是科学家内心一定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也许你不一定参与到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发展的前沿科技领域，但至少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使用者和亲历者，我们可以见证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变迁。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全新的未来，就像张院士说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慢慢向我们走来。再次用掌声感谢张院士给我们带来精彩开讲，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张院士，谢谢。